王妃在何处？王妃现在应该在门口的马车里面。带我过去。是。花仙楚坐在马车里，梅香很着急，他不时往轿子外面看着。他心里想着，难道王子不来了？王妃真的要一个人回去花府？终于他看见了西城烈从门口出来，他脸上的担忧这才消失了。果然王子是在乎王妃的。他转过头对花仙楚激动地说道：王妃，王子果然是在乎你的，他已经来了。他叹息一声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梅香，说过多少次了，只有你我二人的时候叫我小姐。王妃，梅香觉得你该改变你的这种思想了。他没有再说话了。西城烈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连他的陪嫁丫鬟都替他说话。不一会儿，他感觉到马车微微抖了一下，西城烈的声音响起：梅香，你下去，马车里我陪着王妃便好。是，王子。梅香下去以后，他并没有与他坐在一方，而是坐在他对面。他淡淡扫了他一眼，说道：花仙楚，你这般着急回去，可是为了带伤回去告状，说本王欺负你？他没有回答。花仙楚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去向他们告状更好。本王子也正好向花大人请教一下，他教出的女儿分明已经嫁给了本王子，为何却要为别的男人守节？西城烈说到这里，他终于睁开了眼睛。他看向他：西城烈，我并没有为别人守节，我只是看不起你这样表里不一的伪君子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西城烈脸上戾气四起。他知道他最怕什么，他坐到了他身边，掐住了他的下巴，问道：你将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他丝毫不害怕他，恶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。西城烈，我看不起你。他手上的力气很大，几乎将他的下巴捏碎。花仙楚，你以为我看得起你吗？既然我们互相看不起，那便两不相干。我不问你的事情，你也别管我的事情。西城烈松了手，他笑得有些淡然。你想得美，你想本王子不管你的事情，你就是想背着本王子去见白千云。你是本王子的王妃，就算本王子不要你，你也休想与其他男人在一起。花仙楚的手在袖子里面捏成拳头，可是奈何，这就是他的命。本该属于三公主赫连玉的命，到了他的身上。他因为替他跳了一曲舞，就变成了琼花公主，变成了西城烈的王妃。而他这次回来变成三公主赫连玉，没有来看过他一面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差人带来。马车行至花府门前停了下来。仙楚，你在西城国过得可还习惯？习惯。为了不让他们担心，除了说习惯，他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。他的那些事情，他并没有打算要说。花大人举着茶水对西城烈笑道：西城王子啊，小女仙楚自小被我惯坏了，她做的事情若有不妥之处，还请西城王子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啊。岳父，仙楚知书懂礼，她可并没有做任何不妥之处。花大人听此哈哈大笑着：看来真是外界误传呐。仙楚，你看西城王子多好的人，你可勿要再有一些杂思，乱了你的心啊。听到这些话从自己爹娘口中说出，花仙楚心如针扎。是，娘。仙楚，西城与东篱相隔太远，你们才没有将小王子带来。
花仙楚的心颤了一下。他这些年有和家里通家书，娘在信中多次问起她是否怀孕的事情，但她都避而不谈。这一次看来是躲不了了。娘，我并没有孩子。花夫人与花大人一脸震惊，不可能，自己的女儿嫁给西城烈5年多了，而且看起来两人的感情也不错，为什么会没有孩子？仙楚，你将话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没有孩子？娘，我……西城烈听此，他连忙说道：岳母，这事并不能怪仙楚，是我的错。王子，我不太听得懂你们的意思呀。岳母，是本王子事先没有问清楚，原来在本王子娶仙楚之前，仙楚就已经芳心暗许了，所以这些年，西城烈欲说不说，花夫人一下子挽起花仙楚的衣袖。当她看清楚他手臂上的手工纱的时候，她气得浑身发抖。她一下子放下了花仙楚的手，大声呵斥道：胡闹！娘，那些女戒、女德都让你白读了吗？啊？你已经嫁人了，怎还心中想着其他人？你这样做对得住你的丈夫吗？花仙楚心中委屈，但是她的委屈却无法对他们诉说。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花大人也很生气，他一下子站了起来。我就说白家那小子当年为何突然带了聘礼来？我们花家的女儿清清白白，你是何时与她生了情啊？原来他还曾经带着聘礼来提亲了，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对他说过。爹，花夫人摇着头，孽缘，孽缘呐！西城王子，是我没有教好女儿。岳母，你可不要这么说，只要仙楚自己能够开心就好，我愿意等到他真正放下的那一天。花仙楚看向西城烈，眼睛之中如同进了血。他得逞了，现在所有的错都是他的，所有的委屈都是他受的，连他的父母都这么认为，那么其他人也和他的父母一样。突然觉得除了向西城烈低头，他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，这辈子恐怕都再也走不出西城烈的算计了。花夫人在西城烈面前卑躬屈膝地说道：西城王子，是我们花家对不住你呀。岳母言重了。花大人黑着一张脸，梅香，去将小姐之前的闺房收拾一下。梅香应了一声是，然后便去收拾了。他心里想着，太好了，王子与小姐终于要在一起了，看来之前他做的都没有错，连老爷和夫人都和他认为的是一样。花仙楚脸上的表情变了，他问道：爹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嫁给了西城王子，你若还为别的男人守节，丢的不是我们花家的脸，还有整个东离国的脸。仙楚，你爹说的对，西城王子是一个好男人，你应该和他好好过日子。他震惊了，这是他的爹和娘，是他最后的依靠，竟然连他们也要抛弃他了吗？我不要，不要！花大人也生气了。仙楚，你从小就叛逆，让你不要去书院念书，你非要去，让你只学女德女戒，你还想学习更多，我看你就是学的太多，思想都坏了。他的思想坏了，可是他明明只是不想和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在一起而已，而且他不是已经为了国家大义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嫁给他了吗？西城烈，他有很多女人，
他为什么非要得到他？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？他一边摇头一边后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花大人也一脸沮丧地摇头，他说道：丢人，真是丢人呐！他究竟是有多么丢人了？他不懂。白小玲与沈从清坐着马车回将军府，当马车行到花府门口的时候，他看见花府门口有一辆马车。从清，你看那辆马车可是西城烈的。沈从清顺着白小玲的手指看过去，他道：那的确是西城烈的马车。西城烈这次来汴城，便是打着要带花王妃回来探亲的旗号，所以在拜见完皇帝后，第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花王妃来花府。昨日他与花王妃见了一面，虽然他和她说话不多，但是他却感觉这其中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，让他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从清，你这次回来可来探望过花大人？我每日与花大人都会在朝堂上见面，私底下倒是没有见过。花大人是礼部尚书，通晓各种礼仪。我上次在五皇子面前丢了脸面，这次想去花大人府中讨一本专门记录礼仪的书，好拿回去学习。他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小莲，在我面前，你有话可以直说。他也笑。好吧，我就是想进去看看。我总感觉上次花王妃还有话没有对我说，她这次来汴城，想必也待不了多长时间。能见面的机会，若是不好好把握，便没有了。好，回府陪你。花大人，我刚才来花府的时候，看见西城王子的马车在外面，为何我没有看见王子与王妃？花大人的眉头微微冒着细汗，能在这么冷的天冒汗，那也说明他是真的紧张。白小玲心下一沉，难道花仙楚和西城烈正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？沈将军，王子和王妃他们……砰！花大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传来一声闷响。他失魂落魄地走到了大厅。爹，如果西城烈死了，你会不会要我为他偿命？花大人一听，脸上瞬间变得惨白。你杀了他？花仙楚点了点头。啪！花大人一巴掌打在花仙楚的脸上。糊涂！你就为了那个小子谋杀你的夫君，你可知这是什么罪？知道。花大人深深叹息一声，就往后面赶去了。他面无表情，如同木头人一般，一步步朝着外面走着。他的父母的心里眼里，只有西城烈、花家、东篱，他们何尝在乎他这个亲生女儿的感受？当他快要走出花府大厅的时候，白小玲一下子抓住了他。花仙楚的这个眼神不对劲儿。花姐姐，你要去何处？他木愣地转过头。赎罪。你没罪。我有罪。我不该生在这里。我希望一切重新开始。白小玲的心中一颤，花仙楚这是要想不开。其实花大人和花夫人并不是心里没你，只是他们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。白小玲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你最好离我远些，小心惹火烧身。花王妃，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若是花王妃信任我，可以到将军府上住几日。他转头看向他。连我的父母都害怕我杀了西城烈，他们逃脱不了干系。你难道不怕吗？你并不会杀了他。为什么？若是西城烈死了，你必逃不了。
你心中还有牵挂，你不会对他下杀手。他嘴角勾起讽刺的笑，连沈从清这样的武将都能想到，为何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他的爹想不到？是的，他并没有对西城烈下杀手，他只是打晕了他。在离开房间的时候，他还故意试了他的鼻息，他并没有死。他心中有牵挂，他也害怕西城烈死在花府会连累整个花家。沈从清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去将军府。去将军府势必会连累他们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便踏出了花府大厅。白小玲看见花仙楚这个样子，她也是心疼。花仙楚本来是一个刚烈重情的女子，她竟然会逼得双眼充满了绝望。而且她是大哥喜欢的女子，如果她出了事儿，大哥肯定会伤心欲绝。白小玲追上前去，花姐姐，不如你就到将军府住几日，对外就称我们姐妹之间好久不见，要聚一聚。这件事情对于西城烈毕竟是一件丢脸的事情，我相信他就算心里有怨，也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花仙楚还是无动于衷，他依旧朝外面走着，他并没有放弃。花姐姐，你可知昨日我来你们的临时住所是为何？大哥见了你给的点心以后，一直想来见你，但是我告诉他，他去不合适，最合适的是我来，所以我才来了。花姐姐，大哥他放不下你。白小玲说到白千云，花仙楚的脸上才有了一丝表情，不过却是痛苦的表情。我与他再无可能，我是西城的王妃，他是东篱的户部尚书，我已嫁作人妻，而他却还是一个翩翩公子。花姐姐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结婚了可以离婚，男女离婚以后各自婚嫁，互不相干。再说你与西城烈也并没有真正圆房，大哥他不会和世俗的眼光一样，他不会在乎这些的。你想，如果他真的介意，他为何会5年不娶，又为何会在收到你带给他的点心以后茶饭不思呢？花姐姐，跟我回将军府，有从清在，任何人不会将你怎么样。花仙楚这才停下了脚步，他看着白小玲，他抱住她，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这段时间压抑在他心里的委屈与难过，他在听了白小玲的这段话以后，没有忍住，全部都哭了出来。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坏女人，还是有人选择相信她。她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白小玲带着花仙楚回了将军府，几人正往北院去，小翠急急忙忙跑来，她神色慌张，还没有到达白小玲的面前，便急忙喊道：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小翠，你慌慌张张，所谓何事？小翠喘着粗气。夫人，白大少爷，白大少爷他……小翠还没有将想说的话说完，花仙楚便打断了她的话。快说，白大人怎么了？他听见了花仙楚的声音，这才看见了原来花王妃也在。我也是刚听说的，白大少爷自从夜宴回来以后就病重了，白府已经请了好几个大夫看过了，都没用。他从夜宴上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为何会突然病重？花王妃，奴婢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具体白大少爷是一个什么情况，奴婢也不知道。花仙楚听此，立马转身朝着将军府外而去。白小玲连忙叫住了他：花王妃，你等等。白千云病重，
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他那夜所说的方法就是让他找一个靠得住的高明大夫，开几副吃了让人出现病态的药，而且还不能被人看出来。大哥突然病重，从今要处理政务，我怀着孩子很不方便，还请花王妃陪同我一起去白府探望大哥。花仙主知道白小玲这么说是说给将军府的丫鬟家丁听的，毕竟他这么唐突跑到白府，以他现在的身份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他虽然心中焦急，但也忍了忍，然后道：反正本王妃也闲来无事，就陪白妹妹去白府一趟。他本不会自称本王妃，今日他这么说，倒是显得有几分心虚。多谢花姐姐。到了白府，花仙楚冲入白千云的房中，一屋子的人全部惊呆了眼。白老爷呆愣了良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他抖了抖嘴唇道：花王妃。病床前，白千云听到花王妃3个字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猛然一震，然后眼睛看向了他所站立的方向。花仙楚一见白千云因为病重而身体消瘦，一脸憔悴的样子，他的眼眶一热，险些落下泪来。但是他知道，他还是花王妃，此时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落泪。二夫人看了看花仙楚的身后，她问道：花王妃，西城王子呢？王子并未与本妃一同前来。花仙楚此话一出，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。这件事情有些棘手。他朝着他的床走了过去，他也一直看着他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是此时此刻他却红了眼眶。5年了，他终于可以这么近距离看着他了。许是已经嫁人的缘故，他脸上的妆浓了许多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他却看懂了他说的话。他在叫他的名字，仙楚。当他快要靠近他的时候，白玉衣却挡在了2人之中。侄女很感谢花王妃得知大哥病重的消息以后赶来探望大哥，但是花王妃是礼部尚书之女，对于礼仪一事想必早就烂熟于心了。花王妃如今是西城王妃，在没有西城王子的陪伴下，还是不要与大哥见面为好。白千云无力地呵斥道：玉衣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王妃讲话？大哥，你最近几日都病着，不知道外面是如何传你与花王妃之间的事情。若是今日之事再传出去，我们白府就会成为东篱的罪人。就在此时，白小玲在东岳的搀扶下来到了白千云的房中。她刚才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就听见了几人的谈话。二姐，你误会了，今日是妹妹要请王妃到将军府小住几天，没想到我们刚到将军府，就听到了大哥生病的消息。我担心大哥身体，从今又有重要事情要忙，无法陪着我，所以我才请了王妃与我一同前来。二姐也知道，我现在怀着孩子，身子重，身边若是没个人与我一起，从今不会放心。再说了，花姐姐虽然嫁人了，但是我们几人小时候的情谊还在。大哥生病，花姐姐前来探望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白玉衣撇着一张嘴，他们一个是花王妃，一个是将军夫人，而他名义上的夫君却什么都不是，在他们面前真是说不上一句话。而且爹爹此时也不替他说话，他心里可委屈死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白府、爹爹和大哥，可他们竟然都傻傻的，一个将白小玲当作亲生女儿疼爱，一个将花仙楚当作心爱的女人惦记，真是要气死我了。白府啊，迟早得毁在这2个女人的手里。此时
玉战走到白玉一身边，他轻声说道：玉一，三妹说的没错，王妃昔日和大哥是好友，如今大哥生病，她来探望是情理之中。玉战说着，他看向了白小玲，这是自从白小玲回来以后，他第一次出现在白小玲面前。从他的眼神来看，他似乎真的忘记了，他不认识他。白小玲也在看玉战，这个男人看起来和白玉一关系不错的样子。白小玲今年也20又1了，那么白玉一肯定超过了21。在古代，21岁的女子已经不小了。难道这个男人是二姐白玉一的相公？如果是相公，为何在前几次来白府的时候没有看见他？小玲，这位呢是你的姐夫，他是在你失踪以后入赘到白府的。前段时日忙着做生意，所以你们还并未见过。入赘？白老爷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他是入赘白府，他一点不顾及玉战的面子。显然白老爷对玉战不喜欢，而玉战的表情更是尴尬不已，这倒让白小玲对他产生了几分同情。爹，女婿无所作为，给爹丢脸了。白老爷冷哼了一声，哼，丢不丢脸我倒是看得开，只要你对玉一好，我便不计较这些。但是你看看你这些年，常年在外，与玉一成亲这么多年，陪她的日子屈指可数。你说呀，是在做自己的生意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？白老爷说着这些，玉战的脸面越发挂不住了。白玉一拉了拉白老爷的袖子，他哭丧着声音道：爹，你不要这么说战，他也是想做成生意以后能在汴城买一处府邸，然后让我过上好日子。白玉一的话让白老爷不高兴了。玉一，难道跟着爹你过的是不好的日子？白玉一左右为难。爹，这不一样。有何不一样？爹有这个本事养着你们两个。玉战若是觉得住在白府丢人，爹可以出钱给你们在汴城买一处住宅。你们也不小了，若是再不安定下来，早日生孩子，会被别人说闲话的。白玉一是一个思想传统的女人，而且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催着早点生孩子，她一下子红了脸，然后娇声道：爹，你说什么呢？爹就是想让你早点和玉战有一个孩子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这个当二姐的，白乾云这个当大哥的，你们比起小玲来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差劲。白老爷突然将话说到了自己的身上，白小玲还有些无从适应，白玉一则是脸更红了。若是他与玉战是真正的夫妻还好，可他们根本就不是。玉战对白老爷行礼道：爹，女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便先下去了。说完，他便离开了白千云的房间。白玉一见此也追了出去。二娘看着屋子里面站着的人，她叹息一声，这件事情牵连太大，她也不知道如何来说。既然女儿女婿的选择都是避开这件事情，那么她自然也要离去。老爷，我锅里还熬着煲汤，我过去看看。一时间，屋子里面的人少了一半。白老爷看着白千云与花仙楚两人，他摇了摇头。自己的儿子如此，他如何不心疼？也罢，既然花王妃已经来了，再阻止也是徒劳。小玲，我去看看你大哥的药好了没有。当他们走得差不多以后，白小玲对东岳说道：东岳，我突然想起我以前的闺房里面有几件我喜欢的首饰，你陪我去取。是夫人。白小玲与东岳离开了，
东岳还贴心地为他们关上了门。当房门被关上以后，花仙楚眼眶一热，一滴滚烫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，而他也终于叫出了声音：仙楚。白大人。他本来想唤他白哥哥，但是一想到两人的身份，只有将哥哥2个字吞了进去。他听着他生疏地叫着他白大人，当下明白了沈从清的那句话。他还念记着他，但是他已经决定放下了。他心中不免一片萧瑟。花王妃来看望我，我非常感激。他就站在离他1步之远的地方，他看着他的手，真的好想冲上去握住他的手，再像从前一样，而他从手心里拿出他最爱吃的点心。但是他不能。白大人，请你珍重身体。老花王妃费心了，我没事。你过得可好？他早就想问这句话了，只是他一直没有机会。如果他过得好的话，他也可以安心了。我挺好的，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西城烈从西城国带来了一些药材，我听说他们查不出你的病因，你需要什么药，我回去取。假的。啊？我说我的病是假的。花仙楚愣在原地。假的？他点了点头，然后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前几日皇上说要给我赐婚，我无奈之下想了这个法子，我吃了一种药，这种药会让我的身体出现病态，但是一般的大夫根本瞧不出我是如何了。这段时日我除了脸色差一些，身体消瘦一些，精神无力一些，并不会有其他不良反应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他离开了自己的床，然后率先踏出了那一步。他来到他的面前。之前是我愚笨，明白得太晚，现在既然你过得好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他张开手。最后让我们以花仙楚和白千云的身份好好道别吧。他呆愣了好一会儿，这才也伸开了双手。在他快要抱住他的时候，他主动抱住了他。他鼻头一酸，眼泪从他的脸上划过，滴入他的发间。以前每一次都是他主动，他就像一个呆子一样。想不到这一次他竟然主动抱住了他。不过这个拥抱却是他们以花仙楚和白千云的身份的最后一抱。这一抱结束以后，从此他就是东篱的白大人，而他是西城的花王妃。他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衣服，让他感受到了那温热。他如同他一样，是舍不得吗？他也是舍不得。这个拥抱他想了好久，如今终于抱到了。可是他却变成了别人的女人，他也再不会在他身边不停地喊着他白哥哥，不会期待他手里的点心了。他沙哑着声音：仙楚，白哥哥又给你带了你喜欢的点心，还有今日夫子讲的是一首诗，我念给你听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，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他以为他所有的学识都是他所教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首诗名叫《凤求凰》。无奈美人兮，不在东墙。他声音哽咽：白哥哥，这首诗是什么意思？他轻轻放开了他。这首诗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幸福。幸福？他闭上了眼睛，他怎么可能还能幸福？花王妃，西城王子并未来白府，你在此久留不宜，还是快些回去吧。白大人，我知道了。他转身，泪落成行。
白大人，你也一定要幸福呢。说着，他打开了房门，他一步步朝外走着。这一别，或许一辈子再也没有办法相见。他的父母由于守旧的思想抛弃了他，所有人都不信任他，而白千云是他心中唯一的一束光，而他却要主动离开这束光。每走一步，就如同鱼儿离开水，鸟儿离开天空，让他觉得呼吸都是困难的。他觉得脑子里面嗡嗡作响，眼睛逐渐看不清了，耳朵逐渐听不见了。终于，他眼前一黑，倒了下去。门外传来一声闷响，白千云连忙出去，却看见花仙楚晕倒在地。他赶紧将他抱起。仙楚，你怎么了？怀里的人并没有反应。他将他抱到床上，然后重新关上了门。他满身的伤痕是不是西城烈弄的？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在人前装出那么疼爱花仙楚，竟然在暗地里对他下这种毒手。他要放弃我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害怕连累我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不会再让他回到那个恶魔的身边去。他出去叫来了丫鬟，丫鬟见到白千云能站起来行走，很是惊讶。大少爷，去请黄御医。是大少爷。丫鬟离开了。白老爷曾经有恩于黄御医，所以黄御医不仅医术高明，而且还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做完这些，白千云刚打算进去，白小玲和东岳便一起过来了。他们看见白千云站在门口，两人皆是一愣。白小玲让东岳去屋外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他走到白千云面前，问道：大哥，发生了何事？白千云面色焦急。仙楚晕倒了。什么？他不仅晕倒了，我还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伤疤。小玲，或许事情并不是我们看见的那般，他跟着西城烈根本无法幸福。白小玲跟着白千云进去，当他看清楚花仙楚手臂上的伤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触目惊心。这些伤口虽然很接近手腕处的动脉，但是没有一处伤是割到了动脉，说明制造伤口的人并不想他死。但是从伤口的狰狞程度来看，当初这个伤是非常严重的，虽说没有要了他的命，也至少要了他半条命。而他手臂上这样大大小小的伤口不下10条。白小玲再将他的袖子往上撩了一下，他这么做的原因本来是打算寻找新的伤口，但是没想到看到了花仙楚的手工纱。白小玲的手一抖，这个手工纱她很熟悉，因为之前她也有一枚。他竟然真的没有与西城烈圆房。大哥，这……小玲，我不能不管他。我知道。他一脸愁容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或许会连累白府，甚至将军府。他明白白千云的意思是他不会再让花仙楚回到西城烈的身边。大哥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也支持你。小玲，谢谢你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强来，不能用白府的命运去冒险，得从长计议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花姐姐这几日住在将军府，她会很安全。我现在一时还想不出方法，等我想出法子以后再告诉你。好。不一会儿，黄御医来了。黄御医给花仙楚把脉以后，他说道：白大人，此女子是长期郁结于心，并且营养不良，最近更是深受打击，这才晕倒。不过为她开几副汤药，好生养养，便没有什么大碍的。由于蚊帐拉下了，花仙楚只露出一只手来，
所以黄玉一并不知道被他诊治的人就是花仙楚。白千云向黄玉一道谢以后，由东岳将他送了出去。花仙楚睡了半个时辰，他便醒了过来。他看见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他的声音有些慌张。这是哪里？隔着蚊帐，白千云道：仙楚，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他的心一颤，他刚才不是说那一个拥抱就是他们以白千云和花仙楚的身份道别吗？为何他现在又这么说？仙楚，你刚才晕倒了，我看见了你手臂上的伤。花仙楚沉默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道：这些伤与西城烈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弄上去的。你为何要给自己弄那么多伤啊？因为我想家了。仙楚，我还看见你的手工杀了。他听到他的话，脸红了一大片。是不是为了保住他，所以才将自己弄伤了？不要再说了。仙楚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不用想太多，不用考虑西城和东离两国的关系，不用顾及白府与花府的前程，只需回答我，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可是那我就当是你愿意了。仙楚，这一次你既然已经回来，我便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，你不必再管了。我们会在一起，一定会的。白哥哥。他叫他白哥哥，便是已经答应要和他在一起了。白小玲站在旁边，好不尴尬。她咳嗽了2声，花仙楚才知道她也在旁边，她的脸立刻变得绯红。白哥哥，你为何不告诉我小人也在？花姐姐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这么拘谨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所以花姐姐还要跟我回将军府。好。他刚下床，白千云就去搀扶他。仙楚，小心！已经好久没有人将他这么护在手心里了，心上的冰雪已经融化。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苦尽甘来的。两人坐上了回将军府的马车。在马车上，小莲，你在花府对我说，在你们那个年代，结了婚可以离婚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一时语塞。那是我随便说的。小莲，不知你是长大了还是如何，我总觉得这次与你见面，与在你小时候与你见面的时候感觉不同。如何不同？说不上，或许是女大18变吧。应该是的。还好他没有再问下去。自从白府出来，花仙楚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，不再是一脸冷若冰霜的样子。他原本以为她已经嫁为人妇，失去了和他在一起的资格，而且为了两国交好，他就算能与他在一起，也绝对要控制自己，不能与他在一起。但是听了白小玲的话，听了他的话，他竟然觉得其实他与他还是可以再努力一把。他不想再为了东篱，为了花府而活，接下来他要为自己活着，为他活着。小玲儿，你真的有办法？其实我早就在想这件事情，但是事情还有一些风险，所以我才不愿意在刚才对大哥说出来。花姐姐，如今你是西城国的王妃，若是你一天是花府的花仙楚，那便一天是西城国的王妃。就算你与西城烈不爱，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，无论是西城还是东篱，都不会允许你们和离的。花仙楚听到白小玲的分析，她眉头紧皱。
他之前就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觉得自己与白千云再无可能了。小莲儿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有，如果花王妃死了，那么便算不得是花姐姐与西城烈和离。他心头一震，如果他死了，那么他还如何和白千云在一起？白小玲看着花仙楚的表情，她也知道花仙楚现在想的是什么。她继续说道：花姐姐，你可知我之前与刑部的秦公子有婚约，我是如何退了婚？那件事情发生之前，她便已经嫁去了西城，所以对那件事情她并不知道。如何？假死。花仙楚张大了嘴巴。假死能瞒过西城烈吗？他这个人疑心重，与他随行的厨师和大夫都是西城之人，我若假死，他肯定不信，他会让他随行的大夫检查。花姐姐，你所说的是死有全尸，而我所说的是死无全尸，没有尸体，无法判定。花仙楚听到这里，他明白了一些。难道最开始的时候，白小玲说这个方法还有一些风险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他？若是他知道此事有风险，定是不会允许他去冒险。但他相信白小玲，他的眼神很是坚定。小玲儿，我信你，而且这个险我愿意去冒。白小玲握住了花仙楚的手。花姐姐，你是我未来的嫂子，我一定会优化这个方案，将你的危险降到最低。还有，这件事情暂时不能告诉大哥，否则到时候事情看起来不真实。花仙楚点头。好，一切听你的。白小玲和花仙楚去了白府以后，沈从清便去秦府拜访刑部尚书秦大人了。沈从清已经喝了接近1壶茶，可是秦大人还未回来。秦府管家都来说了：沈将军，这次皇上召见非常急，不知秦大人何时回来。若是沈将军有事，可以让奴才转告给秦大人。那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不劳管家费心，我再等等。那奴才先下去，沈将军有事便叫奴才的名字。好。又在客厅坐了一会儿，一个2、3岁左右的小男孩跑了过来，他推着他的脚，嘴里叫着：叔叔，叔叔。沈从清低头一看，只见那个小娃脸又圆又红，一双眼睛笑成月牙，好生可爱。他想着自己与白小玲的孩子生出来，定是也是这般可爱，不，要更可爱一些。后面一个奶娘追了出来：小公子，小公子，秦姨娘不让你到处乱跑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姨娘见了沈从清，连忙对他行礼：奴婢见过沈将军。沈从清倒是对这个孩子有了几分兴趣，他问道：这是秦大少爷的儿子。姨娘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小娃倒是先说了话：叔叔，我叫秦霜。秦霜？叔叔，我娘说他姓秦，爹也姓秦，所以取名秦霜。与我不熟的小孩见了我便怕我，你为何不怕？秦霜依旧笑着：我不怕叔叔，因为叔叔长得好看。沈从清听了秦霜的话，大笑起来：你小小年纪，如何就能以貌取人？是何人教你的？这是我娘说的。